2月24号是俄乌冲突爆发满2周年的日子。当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俄乌冲突前线视察部队对外释放哪些信号？与此同时，乌军突然宣布又击落一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这已是1个多月来乌方第2度对外公开表示击毁俄军预警机。俄乌冲突持续焦灼，未来将如何走向？ 俄乌冲突2周年之际，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赴前线视察部队。他在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对俄军部队说：“就兵力比例而言，优势如今在俄方这边。”俄军方的声明还称，绍伊古听取了最新进展的汇报，称俄军在占领工业中心阿夫杰耶夫卡后处于进攻态势。 俄罗斯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绍伊古还在一些官兵的陪同下检查了在阿夫杰耶夫卡缴获的北约武器和装备。俄媒指，绍伊古此时访问前线不仅仅是一次例行视察，而是凸显了冲突的战略转变。 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也称，当前乌军的装备和弹药库正以国际援助难以补充的速度消耗着。在战争已然演变成消耗战的情况下，俄军拿下阿夫杰耶夫卡，成为去年5月以来前线出现的最大变化。此役对乌方来说是具有战略和象征意义的双重打击。 Russia is on the offensive at multiple points in the front line since they took the key eastern city of Avdiivka last weekend. They're pushing now in multiple points. Russia is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hortages in ammunition that I spoke just a few minutes ago to a soldier who was in Avdiivka and who fled this, who retreated from the city. He said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fire regularly during the battle, and they were only able to start using artillery heavily as they retreated to try and cover this retreat. 2月24号是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的日子。当天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家大型钢铁厂，导致工厂燃起熊熊大火。路透社的报道指，遇袭工厂是新力佩茨克冶金公司旗下的钢铁厂，位于距俄乌边界约400公里的利佩茨克市。有乌军消息人士透露，这次的行动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联合发起。之所以瞄准这家工厂，是因为它的产量占俄钢铁产量的2成，且生产的原材料被用于制造俄罗斯导弹、炮弹和无人机。 而就在此前一天，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透露，乌军又击落一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并附上了疑似俄军军机在夜间起火的视频。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是在俄西南部最大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俄最南面的边疆城市克拉斯诺达尔之间被击中，距离前线超过200公里。深圳卫视注意到，上月乌方也曾宣称击落一架 A50预警机，地点在亚速海空域，但俄方对这2起事件都保持沉默。 乌军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消息，可以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整个乌克兰军队仍然在俄乌战场上积极对俄罗斯作战的。未来一段时间可以看出，俄乌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不会缓解，反而会继续的加剧。那俄乌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被认为是俄军的高价值武器。2022年时，俄军曾宣称有9架。 预警机并非寻常飞机，而是装满探测预警装备，素有“长空千里眼”、“云端中军帐”以及“空中战力倍增器”之称。在战场上，预警机一般有大批战斗机护航，一旦发现威胁，马上指挥己方战斗机上前，因此击落预警机的难度可想而知。 Which carries a very powerful radar that helps the Russian military to detect targets on the ground, in the sea, and basically helps Russian fighter jets hit Ukrainian targets. And importantly, these planes normally fly out of the range of Ukrainian missiles. So it's not exactly clear how the Ukrainians did it, if they in fact did it. 也有美国战略专家认为，乌军隐匿击落俄军 A50预警机的细节，有向美西方争取更多军援的目的。 The great fear in many quarters is what's been termed a forever war. You know, are we going to be in a stalemate, spending $7 billion a month, indefinitely?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for Ukraine to show some progress in its counteroffensive. 俄乌冲突正式进入第3个年头，种种迹象显示冲突前景并不明朗。
2024年作为超级大选年，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都将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不仅将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会给俄乌冲突增添变数。有分析认为，对于已经决定参选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当前俄军拿下乌东重镇阿夫杰耶夫卡是他寻求连任最好的业绩。俄罗斯需要乘胜而上，而在大选之后，俄罗斯可能加大对乌东兵力投送，前线战事有可能更激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对于乌克兰来说命运攸关，因为民主、共和两党的人气选手拜登和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以及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方面的看法截然不同。特朗普自公开决定参选以来，多次表示不赞成向海外提供更多援助。If I'm president, I will have that war settled in one day, 24 hours. 更令乌克兰不安的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的领先优势正在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比拜登高出了6个百分点。It's not just here in the U.S. where people are closely watching the race for the White House. A Ukrainian lawmaker warns their country could be finished if they don't continue receiving funding from the U.S. A topic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s disagree on is against sending more money. 值得注意的是，本月稍早时候，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了打包援助乌克兰的法案，但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表示不会将其列入议程。这意味着援乌法案将再次泡汤，这让拜登十分愤怒。他在俄乌冲突2周年前夕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还签署一项被称为毁灭性制裁俄罗斯的行政令，内容多达500项，除了相关个人，还包括俄罗斯的金融部门、国防工业基地和采购网络等，意在堵塞此前10几轮对俄制裁的所有漏洞，尤其是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英国和欧盟也纷纷跟进，但主流美国舆论都认为，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边际效应正在快速减弱。过去2年，美西方实施的15628项对俄制裁措施，大多数由美方实施，但效果极其有限。俄统计局2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高于此前预期，更高于欧元区的水平。对于美方要求没收俄罗斯金融资产的措施，欧洲国家近期也纷纷表示反对。深圳卫视注意到，在23号的白宫简报会上，发言人宣称对俄制裁效果良好，遭到了与会记者的质疑。1,000 sanctions now in the last 2 years. It hasn't stopped the war. So to what extent or how should the success of these sanctions even be measured? So that look, hasn't happened. No, we get the question, look, we believe they've been effective, right? That's what we believe. In addition to the sanctions is the frozen Russian assets and using it for Ukraine's reconstruction. I don't have any new announcement to make, but it is a bit complicated because, as I said, it's been held internationally, so it i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美国《纽约时报》也在盘点俄乌冲突2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西方孤立俄罗斯的努力暴露出局限性，俄罗斯显然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陷入孤立。俄罗斯的内在实力使其具备金融和政治韧性，这种韧性有可能比西方的反俄行动更持久。近期美欧对俄罗斯没收海外近1000亿的财产，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俄罗斯是已早有准备。那美欧在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也是非常多的。如果美欧真正的实施这样的一个非法的行为，那俄罗斯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反制措施。那么整个这个美国和西方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些自由贸易啊，一些个人财产不可侵犯呀，都会被得到反噬。俄乌冲突久拖不决，也让国际社会倍感焦虑。在23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第78届联大主席弗朗西斯指出，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Imped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gress of numerous others,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actively work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just, and sustainable peace in line with the charter of this organization.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安理会公开会上，中方表示，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的态势。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令人痛惜，也值得深刻反思。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呼吁有关方采取负责任态度，以建设性的外交努力推动局势降级缓和，为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不要人为设置障碍，增添阻力，更不要输送武器，拱火浇油，借机渔利。